这次剧情和档案都第一时间开放了，所以下面开始进入正题。这次曝光的信息足够我们认识芬里尔吗？拟态任务是一个绑架代替购买的小插曲，这个在现实里也是如此。现在很多宠物区博主都开始不推荐买卖宠物，而是寻找专业人士去绑架流浪猫来养，这也是芬里尔剧情的主要参照。这次的剧情也并非完全没有线索。在任务结束后，芬里尔因为吃了黑森林蛋糕昏倒了。黑森林蛋糕是以可可粉和巧克力酱为原料制作的，而巧克力中含有一种叫可可碱的物质。可可碱类似于咖啡因，食用少量对狼或者狗来说是没问题的。但芬里尔究竟是哪里来的呢？在档案里有关于芬里尔是怎么训练汪汪队的，这些训练和常规的训狗完全不一样，更像是在训练特种部队。这也让陶乐斯很不理解，究竟是谁教会芬里尔这样训练的呢？时间再往前推一些，来到陶乐斯捡到芬里尔之前，在下城区里有着这样一只流浪狗，它的名字叫做一只眼。这天在外出觅食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孩子，在他的脖子上穿着一个圆盘一样的装置，上面写着芬里尔。小孩饿得嚎啕大哭，一只眼只能把他带回了自己的住处。他发现芬里尔的眼睛在晚上也会发光，就像和自己是同类一样。他开始照顾起芬里尔，并把他收为自己的小弟。一只眼的奔跑速度很快，可以轻易地逃脱店家的追捕，为芬里尔带来丰盛的食物。这种日子平凡但也温馨。不过芬里尔时常也会想起以前的生活。他的脖子上贯穿着圆形装置，和其他的同伴一样，被人类赶到房子中间的广场上，训练他们巡逻、埋炸弹和战斗。如果不听话就会没饭吃。他在同伴的拼命掩护下才逃了出来，但精疲力竭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在外面的世界活下去。幸好遇到了一只眼。想到这，芬里尔望着身边的一只眼，觉得他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汪汪。次日，一只眼早早的就去寻找食物，碰巧发现了一只汪汪在过马路，而远处是疾驰而来的车辆。这只汪汪有些魂不守舍，一只眼赶忙冲了过去，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这只心不在焉的汪汪。通过询问才得知，这只汪汪的名字叫牙牙，它是被主人给抛弃的，在下城区成了一只流浪汪。以前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在马路上他也觉得就这样结束就好了，但没想到一只眼救了他。一只眼闻言将牙牙带了回去，并将积攒的食物拿出来给牙牙吃。芬里尔在旁边馋得直流口水，牙牙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，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芬里尔望着不顾形象的牙牙，就像看到了当初的自己，他主动上前抱住了牙牙，仿佛在说，以后我们就是家人了。就这样一人两汪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又过了很久之后，一只眼和牙牙生下了新的汪汪，并取名为尾巴花。小汪汪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乐趣，本以为这种生活会持续下去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一天晚上，一只眼回来的很晚，而且也没能带来食物，晚上只能吃以前囤的粮食。一只眼一直像在思考什么事情，但也没说当天发生了什么。不过芬里尔在睡梦中模糊的听到一只眼在和牙牙说些什么，可是他实在太困了，只记得梦里有无穷无尽的食物。一只眼、牙牙、尾巴花一直陪着他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只眼就出发了。今天的牙牙坐立不安，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，时不时就会望向巷子的拐角，但一直到晚上都没能看到一只眼的身影。牙牙望着越来越黑的天色，他知道一只眼出事了，于是他找到了还在玩躲猫猫的尾巴花和芬里尔，一脸严肃地对芬里尔说，自己要去寻找一只眼，如果第二天还没有回来，以后尾巴花就要交给芬里尔照顾了。芬里尔望着眼中不舍的牙牙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知道以后尾巴花和自己要自力更生了。在得到芬里尔肯定的答复后，牙牙转身淹没在了夜色中，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天依旧那么的黑，又有谁会在乎两只流浪汪的死活呢？起初依靠着一只眼积攒的存粮，一人一汪还能做到温饱，但坐吃是会山空的。芬里尔也想去寻找食物，但他很害怕路上的人类，他会想起就是他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的。也正因为此，一只眼从来没让他出现在人类面前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的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小女孩了，她的身高和体重都表明芬里尔已经成长为一名少女了。也正因为此，牙牙才会放心地把尾巴花托付给他。芬里尔最终还是决定晚上要出去寻找食物，但却没想到一个喝醉酒的人影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，并且改变了他的命运。这个人就是陶乐斯，英文 Torres。 作为绿洲俱乐部的金牌经纪人，他是一名出色的星探，而他的过去更是不为人知。这天他在下城区物色可以培养的苗子，对下城区的人而言，这也是跨越阶级的好方法。成了偶像就可能嫁入豪门，一步登天也非不可能，但却一无所获，反而是酒喝了不少。陶乐斯也没有气馁，正准备返回上城区，在经过一条僻静的巷子时，敏锐地察觉到里面有动静，他决定一探究竟。巷子里正是在加油打气的芬里尔和尾巴花，就这样两人相遇了。身为星探的陶乐斯一眼就看到了芬里尔身为偶像的潜力，
在不久的以后，下城区少了一只流浪的少女，而上城区多了一名新晋的 DJ 偶像。这就是根据目前的信息推理出来的故事，有艺术加工成分，但基本符合目前的线索。小峰的推理是根据信息量在不断推进的，这次的剧情提供的线索也是不少的。首先是陶乐斯的身份，路人称呼他为大姐头，可见以前也混过社会。陶乐斯也说自己是道上混的。然后是他和不破校的关系，笑称陶乐斯是他半个朋友。有人猜测笑和陶乐斯是警匪关系，如果说是陶乐斯飙车被抓，倒也不是没可能。然后是官方最新公布的拟态设计情报，绿洲俱乐部也是一方势力。看来晋都的水比我们想的更深，杏花堂、麦德林基金会、绿洲俱乐部，第三方势力一个个浮出水面，这也给陶乐斯的身份增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。他究竟属于哪一方势力呢？现在我也判断不出来了。目前只有金牌经纪人是坐实了的。芬里尔虽然在剧情里一直往汪汪方面引导，但从拟态情报也能发现狼的要素。他的攻击是狼爪，而且芬里尔的攻击特效也是狼头，所以小峰依旧觉得芬里尔是被狼基因改造的。但在后来逃跑后被汪汪抚养了，所以才会以汪汪自居。芬里尔的拟态情报展示了他的项圈由来。这个圆盘并不是最初很多人猜测的 CD 机之类的，而是一种装置，是控制用的，上面刻着芬里尔的名字，在下面也写着 Torres。翻译为陶乐斯，也符合现在说是定位追踪器的设定，防止芬里尔走丢。但这盘子并不像是陶乐斯所为，可以看看拟态情报的介绍，捆绑着芬里尔过去和未来的装置，不是陶乐斯所为，那就只能是在遇到汪汪之前就已经带上了。再联想到芬里尔训练汪汪队的场景，可见他很小的时候也接受过这种特种训练，而这些训练内容是以破坏与任务为主的。从领业开始，下城区就一直是神秘的存在。领业会戴着面具去下城区调查什么，女仆也会出没在下城区的咖啡馆。现在芬里尔也来自下城区，幻塔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放出下城区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知道芬里尔为什么喜欢吃巧克力吗？因为晕过去后他就能见到曾经的家人了，一只眼、牙牙和尾巴花，这三只汪汪的结局就只能我们自己想象了。在陶乐斯家里并没有见到尾巴花，也许是塔塔偷懒了吧。幸运的是，现在芬里尔有了陶乐斯的呵护，但随着芬里尔的出名，他的身份还能藏得住吗？下城区的隐藏势力会不会已经发现了芬里尔的存在呢？这些短时间内幻塔是不准备讲明白了，还是让我们先回到主线找下佐吧。幻塔的人物故事确实也在丰富，但越是丰富坑就越多。从领业的神秘家族、不破校的心流觉醒，到星环的复制体工厂、天狼的身份，还有女仆引出的亨瑞亚特财团，现在又有芬里尔引出来了神秘组织。晋都的水真的是越来越深了，等到这些坑都能填了，幻塔的剧情也会更上一个台阶吧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